哈喽，直播，今天的这期视频呢，跟平时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所有的镜头呢都是用 iPhone 12系列来拍摄的。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主镜头是使用 iPhone 12 Pro， 而上面的这个俯视镜头呢，则是 iPhone 12。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啊，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呢是开箱我们手上这台新款的蓝色 iPad Air；二呢是测试这个 iPhone 12系列的摄像性能到底如何。那么，我们开始。欢迎回来，废话不多说啊，我们拆开这个包装。哦，这是那种带有一点磨砂感的金属淡蓝色，非常的好看。在开机的过程中呢，我们再看看包装盒内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这些就是一些说明书。怎么又是苹果贴纸，还送2张？哎，这个包装内还有一个苹果20瓦的充电器，以及一根 USB Type-C 的充电线。这个不环保吧？OK， 它现在已经开机了，我们选择一下语言跟地区。这次的 iPad Air 呢，它没有像 Pro 一样加入 Face ID， 反而是在左屏键上加入了 Touch ID。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改动，因为你想想啊，这么大个 iPad， 每次你解锁还得举起来对着脸这么挨。是不是就有点太累了啊？说实话，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 iPhone 12系列呢，它并没有加入这个 Touch ID。你想，我又不能在外面摘口罩，这个是逼我输密码，简直是。OK， 终于设置完成了。我们试下了这个 Touch ID 的灵敏度啊。哦，这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当你快速点击这个左屏键的时候，它并不会直接解锁并弹到主界面，而是停留在这个锁屏的界面。从而让你能看到一些这个界面的一些通知，然后如果你再轻触一下，它才会打开你的这个主界面。这个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来对比一下新款 iPad Air 跟 iPad Pro 的边框。从我这个角度看呢，这个12.9寸的 Pro 实际上它的边框会更细那么一点点，但是区别不大，基本是在同一水准下的。配色方面呢，新 iPad Air 可以说是把 Pro 按在地上摩擦了。不仅有我们手中这台天蓝色以及 Pro 的深光灰跟银色，它还有另外2个也是很独特的玫瑰金以及绿色配色。这次的这台 iPad Air 呢，它同时也支持 Apple Pencil 的第2代，所以我们也开一支啊。哎，好玩。再来。可以，哎，它吸上就直接自动配对成功了。我感觉苹果简直是想人这个忘记配对啊。其实你想想，当你在使用苹果的配件时，不管是耳机还是笔，再加上最新的这个 MagSafe 的无线充电器，几乎都是靠近就自动连接了。OK， 它让我们试试写字，那我们就试一试。点赞投硬币。哇，这个书写非常的舒服啊！删除呢，就是直接划掉它们，画个圈，哎，就能选中我们想要的文字。我们还可以通过长按文本框的中间来加入一些字。还有一点啊，当你把笔从屏幕边框往中间划，它就会自动的截屏，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记一些笔记。哇，这个太适合上课用了，有没有？还有啥可以试的？哦，好像是在锁屏的时候，如果你拿笔长按它的屏幕，哎，它会直接调出来这样一个记录快速笔记的备忘录。其实我大一的时候也以学习记笔记为由呢，买了台 iPad， 当时应该还是第2代吧，然后买了一个那种橡胶头的笔啊，就是太难用了。在试了这个 iPad Air 跟 iPad Pro 之后，我觉得啊，之前我用的那些都是垃圾，可惜现在已经毕业了，再也没法用学习为理由买东西了。继续聊聊这个书写体验，因为这次的 iPad Air 呢跟 Pro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Air 不支持 Pro Motion 的120赫兹屏幕，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啊，就是在写字时会不会没有 Pro 的高刷屏那么顺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我们现在 Air 上随便画一画，我觉得这个就挺顺滑的呀，书写起来比较流畅了已经。我们再在 Pro 上来试一试。哦，它确实用这个 iPad Pro 会稍微的比 iPad Air 顺滑一些。怎么形容更确切呢？就比如说我在 Air 上写个字，它可能在我的笔下去之后，它需要2毫秒的时间来显示出来。那么在 Pro 上呢，因为它的刷新率更高，它可能只需要1毫秒。比较通俗的说，就是写字更加的跟手，所以它高刷屏的作用呢，作为用户啊，肯定是可以感知到的。但并不是说是一个日与夜的区别，因为我对这个60赫兹的屏幕书写是完全没有什么抱怨的，用来
来写字记笔记还有没事画个画什么的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它们具体在实际体验上的区别用语言可能没办法很准确的形容，对于你写字来说呢，有没有明确的提升也比较因人而异。比如说我是能够感受到一点区别的，但是也问了其他的朋友啊，有的人就是说感受差不多，所以对这点比较纠结的朋友，我还是推荐你去线下体验店自己尝试一下这次的 iPad Air。不得不说，苹果这个刀法还是挺准的。然后这次的 iPad Air 呢，它除了对这个 Apple Pencil 的支持，它还同时支持苹果的妙控键盘，这之前都是只有 Pro 产品才有的待遇啊。生产力呢大大提升，它甚至把接口也换成了跟 Pro 一样的 Type-C 口。哎，这一点呢，希望以后也能应用到 iPhone 上。就看13到底香不香了。那么我们再聊聊性能部分。这次的 iPad Air 跟 iPhone 12系列一样的，使用了 A14 的芯片，并且因为体积更大的缘故呢，它的散热会更好，所以理论上它的性能是要比 iPhone 12强那么一点点的。但是4GB 的运存呢，还是要比12 Pro 在多开性能上差那么一丢丢。老规矩啊，我们下个原神试试吧。我什么时候成性能测试软件了？那么在等待它下载的时候，我们再聊聊我刚才在进游戏时候又发现的一个点，就这一次呢，它两边的这些扬声器都是可以发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多声道。我记得上一款 iPad Air 它应该是只有一边可以发声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升级。这次的这个 iPad Air 呢，我觉得它应该改名叫 iPad Air Pro， 它既是 Air 又是半个 Pro。但是这次 iPad Air 的价格也比较接近 iPad Pro 了，我记得 128G 11寸的 iPad Pro 也就比 64G 的 iPad Air 贵上1400块钱吧。也就是说，如果你买 iPad Air 而不是 Pro 的话，可以再节省出一个 Apple Pencil 的钱。我们的游戏已经下完了，我们进来试一试。依旧啊，先把画质调到最高来试一试。极高啊，果然跟 iPhone 12一样啊，当你把图像质量调到最高的话，它会显示负载严重过高。哇，这个比12 Pro 厉害了，因为12 Pro 的话，开到这个极高60帧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卡帧，但是用 Air 我到现在完全没有出现。换个人试试呢。这个是我用过的第一款机器啊，可以打原神开最高特效不卡的。然后 iPad Pro 可能应该也可以，这也就说明呢 A14 芯片的实际性能其实是要高于 iPhone 12跟12 Pro 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由于体积、散热与功耗上的考虑啊，可能是对它的频率进行了一点限制。只有在 iPad Air 这种大机身、大电池容量的设备下，才能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水准。那么以此类推的话，下个月要发售的12 Pro Max， 因为体积也更大，散热空间更多，也许它跑分的实际表现也会比12跟12 Pro 强一些。哎，有点期待了。你们是从荒野之息里来的吧？他叫艾拉马斯克，你跟埃隆马斯克有什么关系？你是他的女儿吗？我救了你，送我一辆特斯拉吧。对，相邻的这个技能在 iPhone 12上放一次就会卡一次，但是在 Air 上完全不存在。这个是使命召唤，也是一款相对来说对手机或者平板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游戏，我们也来测试一下它。哎，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做过一套广播体操叫时代在召唤，每次玩使命召唤我都会想到那套操。OK， 那我们随便来匹配一场试一试啊。这是我第一次在 iPad 上玩射击游戏。我们现在是谁先杀过20个人，哪支队伍就赢。我们已经5个了，哎，哦。叫我枪神，哇！我一条命没死，已经杀了7、8个人了。我们队好像所有人头都是我。哎，他是看不到我吗？究竟是我太强了，还是这游戏里面其他人太弱了呀？我们就在基地守着，还差2个就赢了。哈，赢了 ，Victory， 20比6啊！哎，最后一个是我的。看这个，为什么一枪都没打中，还把他打死了？什么叛逆这是？那么就先这样吧，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简单的说一下我对这个 Air 跟 Pro 在这么
短短的1-2个小时之内体验的看法吧。根据我看到的这个 A12Z 以及 A14的跑分情况啊，它们在性能方面各有优劣。A14呢单核更强一些，但毕竟 A12Z 核数更多，所以在高负载多线程任务时还是要更有效率一些。另外一个区别是 iPad Pro 它拥有2颗摄像头，这边2颗摄像头，1颗广角，1颗超广角，而 iPad Air 呢，它只有1颗。不过说实话，你一生中有几次有过 iPad 的拍照需求？所以主要呢，我觉得它们的区别就看3点：一是你需不需要更大的屏幕？如果你觉得10.9寸的屏幕有些小，需要12.9寸的话，那只有 iPad Pro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二是你能不能从这个120赫兹的面板中受益？如果你对这个120赫兹跟60赫兹在书写上的区别感受非常明显，那肯定是 Pro 更适合你了。三是存储空间 ，iPad Pro 呢最大是可以买到1T 硬盘空间的，而 Air 最大只有256GB， 所以如果你是专业用户啊，需要存很多的相片、视频这些作品的话，那肯定也是 Pro 更加适合你。那么对于剩下的完美避开这3点的用户来说，尤其是大部分的学生党用来记个笔记、看个剧什么的，新的 iPad Air 简直完美。所以你不如将省下的这些钱用来入手 Apple Pencil 或者妙控键盘。其实还有半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新的 iPad，就是我个人觉得 iPad Air 在配色上还是要比 Pro 好看一些。你想它有蓝有绿有粉有灰，所以如果是买来送女朋友的话，那 Air 肯定是比 Pro 来说，更能俘获这个女朋友的心，你说是不是？那么最后我们也用 iPad 的方式做个结尾。亲，你该练字了呢。